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频道武术新传遇见长毛老师。很高兴，我们又再次镜头前邀请到了武术大师长毛老师，跟我们一起来探讨武术方面的学问。赶快来跟常老师打声招呼。老师你好，老师好，观众朋友你们好，还有高老师，主持人好，大家好，谢谢你。好，老师，有朋友是这样问的，因为父母亲没有儿子，那我是女儿，但是我先生的祖先放在三合院的左边，那我们娘家的放在三合院的右边，或是把娘家的祖先请到塔里面去比较好，那也或是放在家里会比较好呢？请老师帮忙解答。老师这一题是帮我们解说一下，这样可不可以？用观众朋友的这一个提问，它里面有一句关键话，是不是在外面的塔帮我们娘家祖先买一个位置？所以由这句话就可以肯定，这个三合院肯定不是女方的。如果是女方的，他不会问这一句话。是。那这一个三合院的建筑现在已经很少了，老师把这道题目浓缩，变成现在我们一般的大楼还是公寓。一般大楼跟公寓现在有很多的家庭都是生女儿没有生儿子的，所以说不定观众朋友就会遇到父母说，那我们的神主牌位就交给你们夫妻拜，那交给你们夫妻拜，到底请到夫家那边去合不合宜？是。如果我是男方的，那当初我不是给太太遭罪，那我的父母认为我的祖先在我这边拜理所当然嘛。那除非太太他们娘家当初要嫁的时候就有跟我的父母讲说，我就跟他姑三囝公妈拜后拜可能因少年爱搞完行去拜，叫做我是可能是单身女儿，那可能结婚以后我的神主牌位，以后你的媳妇可能要接手我的这个神主牌位，那两边亲家都讲好了，那因为这样的关系，女方那边要把祖先的牌位移到男方这一边，在礼数上，到底合不合宜？是，这又牵涉到两件事了。结婚的时候为什么要舅舅点香烛？给新人拜，那叫做新娘子还没有完全踏入男方这边，她还是外人的身份，舅舅男方的舅舅替女方那边说清楚，让男方这边的祖灵以后也接受这一个条件，这叫做婚前要说好的条件。假设这个事情有说好了，到男方这边要到供桌上，同供桌没问题，没问题是没问题，还要分大小，男为尊，女为卑，是男方的观众看我是神位，男方的祖先要在左边，女方的祖先要在右边，那今天如果结婚的时候没有讲清楚，对，那两方亲家感情很好，要请到男方这一边来拜，要到供桌上，我有很多的案例，就是两边亲家都没有计较，所以到时候请来了，一摆上去，开始小孩子不安宁，一问才知道说，原来是他们的祖先跟他们夫家祖先放在同一个供桌，这样反而没有办法安宁，所以我们以前才有听以前的老人家讲说，五间尾，搁设一个行为，五间尾，什么叫五间尾？叫做仓库间，在另外设一个位置供奶奶娘家带过来的神主牌位，那叫做不能一起在客厅享受春秋的祭典，是。所以为什么要在五间位，要在仓库？所以这一个感情好归好，临界的叫做西郎的西郎弟，要说清楚讲明白。所以当没有的时候，我反而还建议女方这边不如到外面的佛寺买一个位置，让他的娘家祖先有一个听经闻法的地方，这样会比较圆满。因为老师40几年下来，那种案例雷同的太多，是不安静的现象都是没有讲清楚，导致小孩子莫名其妙，这个生病完换那个，对，那大一点这个出意外换那个，
层出不穷，对才找到我们来，是然后一查才原来问题出在这里，对这个给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做一个参考。是，所以就点香烛，就是要替新娘子跟夫家这边有所条件要求，对，要让夫家这边的祖先知道，所以讲明白了就可以。是，嘿，真的，谢谢老师有讲这一段哦，不然差一点就差很多。对哦，以为大家都很客气，就客气来客气去。对，你们讲好了，但是很多代都没有讲好啊，对不对？就我们这一代不表示做的就是之后历代所做的决定嘛，哦，所以老师干脆给一个更这个简单的，就是直接把这个娘家的给他买一个佛寺的一个听经闻法的塔位，或许也是一个比较单纯的解法啦，对，是不是？感谢老师，再次谢谢您的时间。谢谢老师。好的，各位朋友，希望这一部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开启你的小铃铛。最重要的是按赞，因为按赞影片才有办法更推播给更多朋友们一起来认识查茂老师。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期待下一支影片见，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